在墨尔本，你永远都不知道在下一个拐角会遇上什么人，发现什么事儿。一个男人，一条狗，一辆自行车，就是今天的主角。在老城 Collingwood 偶然发现的这间工作室里边，开始我们的故事。他是 J.C. Gessler， 墙上的纪念品记录他曾经车手主人的骄傲。人到中年依然积极乐观，这个连喝咖啡都用纯手工机械的单车男人，在墨尔本拥有自己的单车工坊 Bike Bar， 创造了自己的品牌 Gessler。 从骑手到制车人的转变，太多在路上骑行的经历让他对于自行车有更深的理解。专注记忆，甚至有些固执，一切都是慢节奏的把握，每一步尽可能做到完美，享受对完美的追求，这是 J.C. 的生活方式。它是 Indie， 取自 Independent， 独立的意思。在5-6年前一次意外中呢，伤了后腿，从此变成了 Bike Bar 工坊的质量监督员。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这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这是一个钢铁的世界，机油与金属混合的味道，看似冰冷暗沉，但对每一个具有机械心的男人，却是理想的浪漫天地，直击心灵。自行车也有个性，它是人与路交流的语言。工具也有灵魂，制式和标准是他们的性格。无论是车还是工具，人都是关键。用手工制作出来的钢架战车，是力量与韧性的完美组合。但在众多的高科技材料中，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钢？钢是最经典的材料，上世纪70年代就90年代自行车运动的黄金时代，钢架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它有永不老化的刚性表现，坚硬有弹性，百折不挠，这是所有骑车人必备的本性。钢是有温度的，随着天气变冷或者是温暖，它严肃又不失细节。钢也是最稳定、最容易加工的材料，给骑手足够的反馈，体验在路上颠簸飞驰的乐趣。作为旁观者，我们只是看到 J.C. 所付出的劳动，以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劳力，而这只是他最轻松也是工作上最小的一部分。他最重要的工作在于仔细的观察和精确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显得沉默寡言，完全沉浸在自行车这件事儿中，时刻想着它，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想要完成它。普通人看自行车，它就是一辆车的样子；技师看自行车，是精妙机械的组合。而 J.C. 看自行车，是与其化为一段关系，存于生命中的态度。想要达到的境界，用最传统的方法，创造全新的感受。大家好，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您刚刚看到这一段短片呢，是我们拍摄时间最久的一期节目。2年前拍摄节目外景的时候呢，我就偶然发现了这深藏在巷子里的这家工作室。进来一看，当时觉得哇，这地方太牛逼了，一切都是纯天然原生态。关键的是呢，我和这里的主人同样是喜欢骑车的 J.C. 聊得非常开。当时呢，我就想把这地方好好拍摄下来。
正巧在2020年初，尼康无反相机 Z6、Z7 开放了 ProRes RAW 外录的功能，我就借着给新固件开光，在3月份第一次来到这里边取景。我想把这个拍摄短片的经历呢，跟大家聊聊，分享经验是一方面，但是呢，更多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犯了不少错误，希望大家呢有所启发和收获。我们正片开始。因为我从小就在工厂的环境里边长大，尤其这种被工业机油和这个金属气味所触发的特殊的情感的记忆极其的深刻，所以意义上这个我这么熟悉而且细节这么丰富的这个拍摄题材啊，于情于理我是不想浪费的。但是我也犯了一个器材爱好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把拍摄过程想得过于美好。当时脑子里呢完全就是我自己亲自操刀，一幕一幕的金属朋克的风格的商业大片，什么灯爷、板爷、勾切档菜，只要能突出质感的灯呢，全给加上。像什么滑轨、gimbal 画面哗哗这样调度起来，观众不感动都不行。我是什么导演？但是现实中的拍摄条件直接把我打回来的原形。首先呢，这个工作室是非常非常的拥挤，只能容得一个人过去的通道啊，连这个把三脚架的3条腿支开，这都是奢望，更别说使用滑轨了。要想在理想的位置摆灯或柔光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室内光线呢也不理想，几乎没有自然光，全部的灯光来自车间顶部的工艺 LED， 那个偏黄偏绿的颜色呢，真是让人特别的着急。最关键的是Jesse 这个工作室还在正常的营业之中，每天要接待客人的商单，进行正常的工作。他希望自己在片子里边呢，就是那种完全真实自然状态的样子，而不是一个被导演摆弄的演员。不得不说我其实是非常感谢 Jesse 对我们拍摄的支持还有配合，所以我必须要尊重被摄者的意愿。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自己的角色要做出转变。这部短片注定就是以记录真实为主的纪录片，我将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变成一个消失的人，让被摄者都不介意甚至不意识到我存在的摄影师，利用现有的条件把片子拍完。好，现在拍摄的目标定出来了，具体的实施那就好办了。先说说拍摄器材这次拍摄以尼康 Z 系列为主，前后用了大概2种设备。早期的一部分素材呢是使用一台升级了固件的尼康的 Z6， 外加 Ninja 5录机录制 ProRes RAW 格式，其他绝大多数素材呢都是用尼康最新的 Z7 II 外加 Ninja 5外录 N-Log。之所以后面使用高像素的 Z7 II 机身呢，是我在想拍摄视频的同时也拍摄照片。视频有太多的主观情感在里边，即使是纪录片剪辑时加入的这个背景音乐、解说还有镜头切换的节奏，都会引导或者是带走观众的情绪。而照片呢，在观看时候给人足够的时间思考好解读。我希望呢，大家不要忘记照片的力量，它的传播效率要比视频高得多，而且呢，记录的和展示的载体也比视频多得多。我们再说说怎么解决运镜的问题因为三脚架拍摄角度非常有限，而且在那么拥挤狭小空间想施展起来真的施展不开，而且架设效率太低，需要抓拍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所以呢，80%的画面我决定手持拍摄。尼康 Z2 的机身防抖还是非常靠谱的，机身防抖外加呢增强的电子防抖，后期软件再来那么一点增稳，画面呢就非常稳了。为了增强呢相机的稳定性，我在相机上还增加了一个笼子，正好呢上边的 Ninja 5录机在机顶上增加了重量，让相机有了更稳的这个惯性。我一路上使用的镜头大概是14毫米到70毫米，拍摄出来的画面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舒服，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点真实的晃动的现场感。防抖这事儿呢说大不大，但是呢真的可以挽救纪录片摄影师于水火。整个片子的镜头选择非常有意思，信不信由你大多数是用50毫米镜头拍摄的，早期呢是使用50毫米 1.8， 到后来呢使用尼康新出的顶级的50毫米 1.2 的镜头，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好的自动对焦50毫米镜头。看过我节目的老观众都知道我以前既不喜欢
50毫米这个焦距，而且呢，我也不是大光圈的爱好者。但这次我为什么180度大转弯直接依赖上了50毫米定焦呢？其实还是因为现场环境的题材决定了。摄影师呢必须从现场环境随机应变。其实，在前几次取景拍摄的时候，我是把能带的镜头全带上了，14、24、2770、24定、35定、50定、85定，满满装了一箱子。典型的是那种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不带。所有镜头试了一个遍，最后呢还是落脚在50毫米，就是因为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边，50毫米是最合适的。如果用太广的24毫米，这个会显得画面里边极乱。35毫米呢又太平淡，即使用75或者是70到85毫米焦距呢又太长，只能拍摄特写和局部。只有50毫米这种1米到2米的距离拍摄刚刚好，凑近了呢可以当半个微距来用。打开裁切功能呢，还有救急成一个75毫米中焦来用。这支镜头几乎在所有环境里边可以打满全场。有一点不得不说啊，尼康这50毫米的2支镜头都是为了视频拍摄做了优化，呼吸效应极小。新的50毫米 1.2 呢，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这个可能是我用的个头最大的50毫米了，但是画质绝对对得起它的个头。几乎全程呢都是光圈全开拍摄，画面的焦内非常的锐利，但不是那种傻锐的。它的焦外弥散空间过渡的非常舒服，给人特别好的那种距离感。其实这种杂乱的背景，如果焦外处理不好，会让看照片的人觉得非常非常躁动。但是新的50毫米的焦外就是一个字儿：舒适而且安静。有了50毫米的加持呢，本来以为面临的暗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实测下来呢 ，Z7II 加上50毫米的定焦，高感放在1600到3200之间呢，拍摄刚刚好。其实对于布光呢，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喜欢尽可能保持拍摄环境内原有的这个光线条件，无论是这个亮和暗啊，其实这都是 JC 在这么多年工作环境中呢自己调整设置出来的工作光线。灯光的位置和高度呢都有它的这个道理。如果为了拍摄我强行再增加外界的灯光补光，那就等于破坏了环境里边这种真实，这是我和 JC 都不想看到的。好在 Z7II 的高感完全可以 hold 得住这个环境下的拍摄。高感降3200呢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动态范围。别忘了，这可是4500万像素的相机。解决了灯光、镜头还有稳定性的问题呢，留给摄影师呢就是怎么拍摄和取景的问题了。说实话，拍摄起来还是挺有压力的。我在拍摄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把这个画面拍得好看，而是说怎么不干扰我的被摄者，让他尽可能自然放松地展示在镜头前面。然后呢，我还要随机应变，尽可能在不影响他的这个工作的角度拍摄到我期待的画面。其实有些操作机械的镜头，它是不可能再做第二遍的，毕竟是客人的干活嘛，人家是工作而不是演员，我得时刻提醒我自己，即使看起来要艺术，但是也是要源自真实的生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拍摄结束之后，有一个小事让我纠结了一下，就是整个影片的色调。我们这次呢是拍摄记录 N-Log 10比特 ProRes 422的这个格式，在后期呢有巨大的调整空间，尤其在颜色方面，它可以做出更多这个选择，但是呢这也让我有了一点点犯难。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色调？要么是与视频主题金属怀旧风格接近，要么呢是更接近于真实观感那种明快的风格。试过之后呢，也说不上是谁好谁坏。您喜欢哪个？咱们弹幕打起来。喜欢怀旧的打1，喜欢真实的打2。我觉得这就使用 Z7II 外录给我一点思考吧。我要么选择外录 4K 30 N-Log， 要么选择内录 4K 60。到底是颜色重要还是声格重要？我想我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总结，前面说了那么多关于经验还有器材，但是呢，我这几场拍摄下来呢，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器材和硬件这个本身了，无论是自行车爱好者还是摄影器材爱好者，听到有一些言论，听的耳朵都出茧子了。这钢架是不是落伍了？碳纤维又轻又硬是未来的这个方向。包括我自己在内抱怨50毫米焦距段是不是好用？其实你发现只要沉下心来，怎么和被摄者交流，如何让自己在不同环境里边做出迅速的判断，这可能是伴随我们摄影师一辈子的事儿。这个项目的拍摄呢还在继续，我盼望着未来工作室呢
有这种制作成品车的画面呢，让我来拍摄。还有呢，有朝一日 Jesse 骑着他自己的战车在墨尔本山路爬升的画面。还希望有那么一天，Indy 看见我之后呢，不在这儿狂叫，真是太尴尬了。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采风摄影大马猫本。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